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那个翻唱？我挺努力翻唱的，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哪吒传奇吧。大家知道这两位是谁吗？这位呢就是九尾狐妲己，而这位奇怪的发型嘛，他就是石妖，吸收天地精华的石妖石姬。我怎么觉得这想到孙悟空啊？蝶也是可以跟西游记联动的，之前联动过了。我是讲蝶可以搞一个跟孙悟空，也是不错啊。悟空，也是可以。好像离开重点了。我们先看一下中间这个盘古石之战。这啥呀？这不是石姬的老窝吗？开始吧。什么游戏啊？进去里面了。这不是哪吒吗？一起来帮哪吒夺回盘古石碎片吧。在适当的时候点击屏幕，就可以抛出混天绫。我很喜欢混天绫地说。石姬利用法术制造了很多障碍，要小心不要碰到他们哦。好嘞。这是怎么玩啊？混天绫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我千万不要碰这个骷髅。拿到混天绫不是拿到盘古石了。终于合在一起了。终于不要听到石姬奇怪的笑声了，不是有点怀念的笑声。哇，这好美啊。拿到妲己的发型还有耳环。其实我觉得妲己她是个好人，只是她就是喜欢上了纣王，还有被石姬捉住。我觉得啦，因为看到后面的她真的是很喜欢纣王，虽然我不知道她喜欢哪一点。然后为了纣王呢，她甚至呢可以跟哪吒对战。对，我没想到她竟然会手刃双刀。所以就这样子而已嘛，这个游戏。再来玩一次。我真的很喜欢混天绫的。我这个想法有点奇怪吧。不过哪吒的发型就是有点奇怪啊。怎么说呢？就是他应该是这里有一个哪吒，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嘛。这个好像变成那个什么魔童哪吒的成人版。那么接下来陈塘新事。陈塘有什么新事啊？应该是故事来的吧。午后的阳光透过薄云，柔柔铺在蜻蜓的石板路上。暖暖和小雪一左一右牵着大喵，朝着人潮缓步向前。瞧一瞧，看一看，陈塘关微缩建筑模型，现在只需88金币。超哥这特色冰箱贴，各式文创买2送1喽。暖暖微笑着向热情的摊贩摇头，目光撩过琳琅满目的小摊。忽然，大喵停下脚步，扯了扯两人的衣袖，指向街道的尽头。喧嚣的市声仿佛渐渐淡去，一道长长的石阶向上延伸，通向一座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的宫殿。暖暖，小雪，这道街道、宫殿简直和哪吒传奇里的朝歌城一模一样。我们该不会又穿越了吧？暖暖和小雪相视一笑，指向一块古朴雅致的木质立牌。放心吧，大喵，这里还是奇迹大陆。你看那个。欢迎来到哪吒传奇主题乐园，这里的一切始于一次奇妙的邂逅。多年前，一箱原画稿随着洋流飘到云端的海岸，人们不知其来处，却被里面的故事深深打动。云端的学者以艺术家从中索取灵感，依据原有脉络，以本土风格重新演绎，使这些动画一度风靡。其中脚踏风火轮的小英雄哪吒尤为深入人心，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如今我们将他无畏的身影以传奇的世界重现，愿你在此找回最初的感动与热血。来之前我还以为是同名的巧合，没想到真的是那部动画。可能是因为某次记忆之海的波动，才把我们时空的动画故事偶然带到了奇迹大陆吧。暖暖看向手中的试营业入场券，阳光正暖，纸面泛着淡淡的金光，温飞花特意标注了游览顺序，在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暖暖，小雪，我有个小礼物想送给你们。
哪吒传奇主题乐园的试运影音票，这次只发了100张呢，想着你们也许会感兴趣，就给你们留了3张。谢谢花花，这是云端文化局和影视基地联合联动的项目吧？你是不是也参与制作了呀？其实这也是我第一个独立负责的计划，所以希望你们参观完，不管有什么感想，都请一定要告诉我吧，你们的意见对我非常重要哦。没想到能在奇迹大陆重温童年经典，好奇妙的缘分。不远处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云端版哪吒传奇，虽然经过人们的重新绘制，风格与暖暖记忆中的略有不同，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红色的身影。说起来，小雪有没有看过《哪吒传奇》这部动画？那当然啦，我小时候可喜欢哪吒了，还会哼主题曲。我也是，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就盼着打开电视看一会儿。不过每次看到哪吒被欺负，特别是在陈塘关治免谢罪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鼻子发酸。那是因为暖暖的共情力很强呀，这也是一种珍贵的天赋呢。或许正是这些拯救苍生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暖暖关于友谊、勇气和担当的认知吧。小时候的经历常常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偶尔也会觉得，虽然有些具体的情节已经模糊了，但那些故事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却一直都记得很清楚。本喵岛只记得实际娘娘特别吓人，常常害我做噩梦。仿佛回应大喵的抱怨一般，屏幕中的实际恰在此时转头，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发出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哪吒，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他单手一扬，此物袭出，那块由大地之脉凝聚而成、维系天下命脉的盘古石，不知不觉竟落入他手。就在这一瞬间，屏幕内外的空气竟然泛起了微不可察的涟漪。那些云端风格的画面，水墨般晕开、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从暖暖记忆深处浮现的色彩和线条，正在重新勾勒他最熟悉的画面。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四周的人们却好像并无察觉。暖暖，好像有些不对。话音未落，实际身形一旋，瞬间挣脱了动画的束缚，一幅植物竟在奇迹大陆的上空凝聚。它在空中裂翼盘旋，便倏地朝着园区深处撩去，不见踪影。紧随其后，一股赤色焰流也从画面里飞出，凌空一卷，是哪吒的混天绫。但就在他完全脱离屏幕的瞬间，混天绫失去神采，与暖暖一同坠入不远处的假山群中。虚空之中，一道苍老而急切的声音传来，仿佛隔着遥远的时空。哪吒，一定要将石器带回来，万不可让他了了彼此安宁。随着话音落下，屏幕与空中的异象也一并褪去，那阵奇异的光枯感随之消散，仿佛刚才只是他们的幻觉。暖暖眨了眨眼，屏幕依旧播放着动画，周围的游客仍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童年，对刚才的异象浑然不觉。只有大喵愣愣地望着假山的方向，使劲揉了揉眼睛。本喵是不是眼花了？刚刚好像看到哪吒掉进奇迹大陆了。对，因为有眼睛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句，我是凭着记忆配的。我虽然呢知道他们的声音，但是我配不出来，尤其是那个太乙真人那个太乙真人，你们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又很虚的，又很担心的跟哪吒说：“哪吒，你一定要把自己给带回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呢，我的配音呢，可能和你们的想象没有，跟你们看过的哪吒传奇里面的声音不一样，因为我不会配音。那么来吧，乐园异动，这还挺好看一下的，是不是我看过这个动画的关系啊？大家赶到假山盘，便看见一个少年正焦急地拉着景区工作人员。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工作人员打量着哪吒一身古装，以为是迷路的游客，笑着指向不远处的仿古建筑。这里是主题园区的森林景区，往前走一段就是陈塘关了。
你应该是想去那边拍照打卡的吧？不对，池塘观剧山林小说也有百里，怎会在前方？还有，打卡什么意思？工作人员一愣，神情诧异。几人见状快步上前，不着痕迹地挡在哪吒面前。抱歉，这位是我们的朋友，他入戏太深了。一旁的小雪会意，也忙不颠点头，接上了暖暖的话：嘿嘿，这是角色扮演啦，他哪吒演得太认真了。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严肃的哪吒，又看着几人尴尬的神情，像是瞬间明白了什么，连连叠头。啊，我懂，是现在的小孩子的爱好对吧？我也见过好几个了。他这身装扮确实很用心，做得真精致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还原的。你过奖了。好不容易将十分热情的工作人员应付过去，脚上深处终于只剩下他们几人。哪吒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几人完全不同的衣着，落在周遭陌生又熟悉的景致上，仍带着几分戒备。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这里已经不是你知道的世界了。这儿是奇迹大陆，本喵亲眼看到，天上突然裂开一条缝，石级从那儿钻出来的，然后你也跟着跳出来了。见哪吒眉头紧锁，小雪忙将大喵往身边拢了拢，生怕他说的更让人糊涂。哪吒，你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刚才天上的异象恐怕是时空发生了错乱，所以你才追着石级来到我们的世界吧？你们为什么知道我和石级，还愿意出手助我？暖暖上前一步，带着温和的笑意，将路上捡回的混天绫递向他，动作熟练而自然，仿佛他们是相识已久的朋友。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暖暖，这是小雪和大喵。讲英雄哪吒的故事，我们早就听过好多遍了，你就当我们是你在这个世界的朋友吧。而且刚才太乙真人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帮你找到时机，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世界不被打扰。就是，帮助小英雄，人喵有责。混天绫安静地躺在哪吒手中，并未传来任何警示的波动。他抬眼，目光扫过使劲点头的大喵，沉稳的小雪，最后落在暖暖的身上。不知为何，这几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或许是因为这份熟悉，也或许是因为混天绫的默许。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哪吒终于放下戒备。暖暖、小雪还有大喵，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哪吒摩擦着失而复得的混天绫，一阵微风拂过，他似有所察，突然快步走向一旁的盆栽。哪吒没有答话，只是伸手，指尖托起枝头的一片绿叶，那片鲜活青翠的叶子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蜷缩枯萎，最终化作了灰白的石片。这怎么了？叶子怎么变成了石头？石化，好像是石级的法术。石片落了一地，发出清脆的声响。哪吒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的灵气正在飞速流逝，在离开我们的世界之前，石级夺走了完整的盘古石。以他的心性，绝对不会在乎世界的平衡，是他在吸取这个世界的能量。哪吒，你能感应到他在哪里吗？他借用盘古池之力隐藏踪迹，我没有办法感知到具体的方位。完了！奇迹大陆好不容易和平一段时间，现在又要遭殃了。对不起，大喵，是我大意了。不过你们放心，我既然已经来了，就一定会找到他，不能让石级为祸其他世界的百姓。别这么说，当时情况那么乱，也不是你的错。是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不能让他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小雪的话还没有说完，哪吒手中的混天绫无风自动，指向了一旁的灌木丛。草丛里传来了一阵琐琐碎碎的细响，紧接着一只透体雪白、尾尖墨黑的小狐狸从中钻了出来。它嘴里叼着好几根草药，怀里还搂着一把，边走边啃上一口，随后又嫌弃地吐掉。这狐狸看上去好眼熟。暖暖心头一动，想起动画里那只九尾白狐。在暴雨的山谷中，他一次次尝试着不同的草药，耗费了自己好几条命，才终于找到能助他化身成人的仙草。是妲己。
恐怕是刚才的时空动荡把他也卷到这个世界来了吧。小狐狸眼神迷离，转头看见大喵，又好奇地凑上前轻轻嗅嗅，不过他好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了。大喵见状也小心翼翼地往前挪了几步，试探性地发出了尖细的叫声，叽叽咕咕咕咕叽叽。小白狐的耳朵微微动了动，迟疑片刻，以发出细弱的鸣叫作为回应。咕咕叽叽叽叽咕咕。大喵还会说狐狸的话？奇迹大陆也有9尾狐一族，大喵和他们打过交道，学了几句。小白狐听着大喵的低鸣，眼中的困惑更深，瞥了一眼暖暖几人，竟然口出人言：我要去找仙草，要变成好看的人，然后去找这种。可找谁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焦急地在原地转了2圈。暖暖心下一软，在他面前蹲下身，声音放得轻暖：别急，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仙草，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吗？小雪会意，轻轻把大喵往小白狐面前推了推。是呀，不信的话可以问问他，他原本也只是普通的猫，只是得到暖暖仙子赐予的仙草才能开口说话，如今在仙子座下修行，只待季月一到，便可化为人形。小白狐抬头看看大喵，又看看暖暖温柔的笑脸，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向前一步，用脑袋轻轻蹭了蹭暖暖的手心。虽然拿大喵来说事，不过也确实，大喵确实会说话的一只猫啊！大喵一族，而且妲己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这个时期，妲己还没变成人，还在找仙草。哎，不对呀，好像古时挺后期了呀。算是后期吗？没有，不是后期。就那个时候，妲己不是已经在纣王身边了吗？我觉得还忘了要去找谁。大家知道妲己是怎么一见钟情的吗？就是有一次纣王他拿着那个箭要射狐狸，那结果呢，他那个射箭的样子呢就被妲己看到过后，一见钟情了。虽然那个纣王他射的对象是妲己，行，好奇怪的，好吧，继续。白狐妲己。虽然和小白狐达成共识，但哪吒却还未点头。暖暖心下了然，朝着大喵眨眨眼。大喵立刻会意，带着小白狐朝旁边走去，而剩下3人一同转身，默契朝着假山背后走去。嶙峋的山石隔开一方清静的角落。哪吒，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暖暖，你们有所不知，妲己是石级的手下，这样帮他，我担心会招来祸害。暖暖的目光投向不远处，小白狐蹲在假山旁，茫然地望着周围全然陌生的亭台与人群，尾巴不安地卷在身后。原来你在担心这个，但我觉得他现在什么也不记得，短期内应该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威胁。暖暖回想起动画中最后的结局，石矶命令妲己挖出纣王的心，妲己却宁可与纣王共死，也不愿伤他分毫。或许对这只小白狐来说，听从石矶的命令不过是为了能够留在纣王身边，而且我想他最大的执念不是帮助石矶作恶，而是回到他自己的世界，回到纣王身边去。如果我们能让他看见回去的希望，帮他实现这个愿望，那或许就不会再站在石矶那边，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助力。毕竟石矶想要留在这里，他也永远回不去了。哪吒神情消极，眼中迟疑却未完全散去。我们当务之急是阻止石矶作乱，妲己作为他的手下，可能是我们找到石矶唯一的线索了。哪吒沉默了片刻，目光再次落向那只无助的小狐狸，最终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好，不过他如果真有异动，就让我来应对吧。暖暖，接下来你想怎么做？暖暖看向不远处那座依照动画还原的朝歌城，宫殿的琉璃瓦还反射着耀眼的金红光芒，他露出笃定的神色。先想办法让妲己恢复记忆，他竟然想念大王，那我们就先带他去见一见纣王吧。很快几人便带着白狐来到了仿建的朝歌城，尽管只是仿建的宫殿，却极尽工巧，红绸装饰在风中飘动，装点得十分繁华。
这熟悉的景象似乎触动了小白狐，他停下脚步，不知觉地松开了嘴里一直叼着的草茎。恰在此时，几位身着官服的工作人员簇拥着身穿王服、背对众人的纣王走过。小白狐怔怔地望向前方，小左子轻轻推了推暖暖。暖暖仙子，那是谁？我好像还是那位威武的大王啊！大喵忍不住摇了摇头，压低声音嘟囔：怎么都来到这一段路，还是忘不了你的大王？女儿的力量好伟大。不等暖暖回应，一旁的士兵便依照剧本张弓搭箭，施了箭矢，瞬间射向纣王附近的箭靶。小白狐瞳孔一缩，身体已经先以意识做出反应，他猛地跃起，向前一扑，想用身体为纣王挡上这一箭。可惜他法力尽失，身形又小，不这一跃反而让他狼狈地缩在地上，痛得呜咽起来。几人一惊，连忙围了上去。暖暖蹲下身，小心地将小白狐轻轻扶起。妲己，你没事吧？那是轩辕剑，快去救大王！这阵骚动也惊动了工作人员。背对着众人的纣王转过身，朝着这边走来。小白狐瞬间竖起耳朵，挣扎着从暖暖怀中抬起头，暗淡的狐眸里燃起一簇明亮的光。他紧紧盯着那个越来越近的身影，一瞬不瞬的，仿佛他踏出的每一步都踩在他的心跳上。终于，纣王停在他面前，可映入妲己眼中的却是一张全然陌生的脸，带着礼貌疏离的关切。怎么了？这里不能带宠物的。恰在此时，一团暗色的雾悄无声息地飘来，雾气所及，游客和工作人员竟然瞬间僵直，连眼都不眨，像是被石化了一般。是10级的妖气，小心！哪吒立刻出声，一步踏前，将众人护在身后，目光凌厉地扫视四周方涌的雾霭，却不见10级现身。哪吒，他们没事吧？混天绫在僵硬的人群中盘旋，又再次回到哪吒手中。他们只是被法术禁锢了，暂时没有危险。不等暖暖松一口气，怀中的小白狐却突然发出一阵柔和却明亮的白光，光芒流转中，那小小的身影迅速拉长变化，转眼间，一位身着条粉衣裙、容颜妩媚的女子出现。娘娘她不在这里，哪吒，你别那么紧张。混天绫立刻指向妲己，带着毫不掩饰的戒备。化为人形的妲己只是媚抿了他一眼，气氛剑拔弩张起来。暖暖将妲己扶起，引上他的目光不偏不倚，但只有找到时机，才能重启时空通道，让所有人各归其位，你也才能重新见到纣王。妲己的目光转向暖暖，眼底的锐利以审视暖暖化开，露出一抹温和的浅笑。我明白你的意思，方才也多亏你护着我，暖暖仙子。那你……妲己优雅地拍拭衣裙上的尘土，瞥过不远处那个僵硬的仍保持着尖刻表情的纣王，几不可闻地轻叹一声：这里虽然灵气充裕，但没有姐妹，没有大王相伴，无趣得很。我才不要待在这里。他身上的波景随风而动，不消片刻，他便转过身看着暖暖，露出一个温和的笑。我感应到了10级的位置了，暖暖仙子，请跟我来。那个什么，我真的是拼尽全力配的。10级的事情我不敢保证，哪吒的事情哪吒呢？哪吒和妲己的事情我更加不行，纣王的事情大家不要介意细节啊，真的。我不会配音啊，真的。那么接下来10级降灾，你为什么在每个世界都这么闹腾啊？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申公豹啊？他一定会在旁边说娘娘。不是重点，继续吧。跟随妲己的指引，几人路过主路，拐进一条通往景区深处相对僻静的石板小径。哪吒一直沉默地走在一侧，目光却若有似无地扫过几人。暖暖与小雪交换了一个眼神，不免打扰起这紧绷的氛围。暖暖，我一直有个事想问你，你和小雪身上总是围绕着一种
很温和的力量，但又不像我妲己身上的那种法力。两人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原来哪吒不是在警惕妲己。原来你在想这个。没错，我和小雪都有搭配之力。在奇迹大陆，大家通过服饰风格的搭配来相互较量，既不会真的受伤，也能友好的分出高下。这样的力量就叫做搭配之力。哪吒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努力理解这个与他所知截然不同的战斗方式。不会受伤的战斗，怪不得你们的世界里灵气总是这么温和。喵！不等众人继续说话，走在最前方的大喵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前方景观草丛旁忽然立着几个姿态各异的人影，他们面容凝固在惊恐的瞬间，皮肤呈现出灰白冰冷的十字光泽，已是被完全石化了。几人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草丛中小径旁随处可见保持着惊恐姿态的石化游客和工作人员。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一旁的妲己伸出手，一道若隐若现的光晕划过几个石像，又很快消失。放心吧，他们只是被抽走了一部分精气，陷入沉睡，没有性命之忧。不过要是在我们的世界，被石级这样吸干精气的人早就毙命了。石级的法力恢复得越来越快了，等他心尽灵气，后果将不堪设想。眼前的景象让几人都陷入沉默，大喵挨着暖暖，声音里透着一丝不安。暖暖，大家会不会打不过石级啊？暖暖并未马上回答，他环视一圈，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不远处的草丛之中。大喵，你看，顺着他的视线望去，这外围的草叶边缘被石化的痕迹竟在极为缓慢地褪去，一点一点地重新露出鲜活的嫩绿。石级的法力虽然强，但是奇迹大陆的生命也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这一切。他越是想要获得力量，就越会露出破绽，而我们越要冷静。暖暖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众人的不安也随着那一点蔓延的绿意而渐渐淡去。暖暖说的没错，我们是不会输给石级的。好，我们才不会害怕他呢。与此同时，妲己手中的微光再度浮现，清晰地指向小径深处。大家不再犹豫，随他快步向前走去。几人脚步越来越快，周围的气温也越来越低，直到妲己在一处景点前停下脚步，众人才抬起头去。这座洞穴前立着一尊硕大无比的石头骷髅像，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狰狞。大喵吓得往后缩了缩，紧紧贴着暖暖的脚边。这里的布置做得也太逼真了吧！不远处，石级刚刚吸干了最后几名工作人员的精气，随手将他们化作的石像丢在一旁。他转过身，一见来人便发出尖锐刺耳的怪笑。石级，休得再伤人，立刻随我回去！哪吒，这里灵气如此充沛，你竟然还拽着正人君子那副架子，空有变强的机会却不利用。如今，你以为还能是我对手吗？还有你，妲己，你这墙头草，等老娘吞噬了这些灵气，再来慢慢和你算账。娘娘，不是这样的。他目光一扫，可厉的眼神锁在暖暖身上，贪婪与惊异同时闪过。倒是你这个小丫头，灵气如此纯粹充沛，真是万中无一。来吧，小丫头，归顺于我，让我统治此界，万里江山只有你一份。如若不然，他声音凛忍，煞意凛然。等我恢复法力，第个就拿你这个粉色丫头祭旗。哪吒单骑上前一步，挡在众人身前。暖暖也毫无惧色，与他并肩而立。石级，你休想伤害暖暖！就是，你这个大魔头到底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石级张开双臂，周围的纸气和碎石随之颤动。他陶醉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要让妖怪横行天下，我要你忘我当丫鬟，要数不尽的漂亮衣服，
哪吒刚想上前，暖暖却伸手拦了拦他，正是这石级。石级，你要多少衣服才会离开这里？我要1万件漂亮衣服！不知为何，现场突然安静了1秒。只要1万件吗？那其实也不用大价吧。暖暖的衣服里好像有好几万件衣服啊！石级邪恶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张着嘴，似乎花了点时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迅速张红。你们竟然敢耍我！他暴喝一声，浓浊的紫雾瞬间翻涌，如活物般向众人扑来，顷刻间吞噬了整个洞穴。我之前就是叠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跟石级有关系。他那里面的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剪出来的，就是我要1万件衣服。其实我看的时候呢，就很明确的，因为的这个动画呢，已经超过了20年了，已有23年的历史了。谢谢你2号，这么多年啦，所以呢，不可能找配音员了，所以呢，就是剪出来的。我要1万件衣服。还有在这里跟大家说对不起啊。因为我的配音的技术的关系，所以呢，实际的笑声、实际的声音非常不像，哪吒的声音还有妲己的声音也非常不像，还有暖暖和大喵的声音也非常不像，就除了我的声音最像。这句话有点毛病啊！但是没想到暖暖讲的那句话竟然也可以瞬间凝固，时间突然间变得很安静。暖暖有10万件衣服。感觉就是在笑石级，所以石级才说我们在玩弄他。没有，我们没有玩弄你啊，我们认真说了。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是结束了，我们下一集来看一下石级是怎么升级的吧。虽然我的配音技术也是烂的不行。那么这一次的，大家好，我是暖暖。嗨，大家好，你是暖暖。暖暖，你好。如果靠着我的丰富的想象力，我脑子里面的影像，我终于可以跟哪吒说话了。可是我想要跟哪吒见一下混天绫，我想玩他。我从以前开始看那个混天绫，我就想要得到他的感觉啊！我想得到啊！我在说什么？那么这一次的联动影片就是结束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分享出去，还千万不要忘记替我打开我们亲爱的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挺不错的吧？这一次故事，这一次联动我挺开心的嘛！拜拜。